本期新闻提要：乌克兰哈尔科夫大捷，一路狂飙突进成功，闪击巴拉克利亚，即将合为战略重地19亩。俄军比赛专用坦克现身俄乌战场，难道俄罗斯真的没有坦克用了吗？朝鲜颁布法令，自行宣布为核武国家。欧盟在特使会议上承诺为乌克兰提供5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德国表示自己的援助已经达到极限。下面让大兵带你一一了解。随着乌军赫尔松反攻的发起，俄军的部队最近也是忙得焦头烂额。自从7月以后，乌军开始利用海马斯打击第聂伯河桥梁，孤立赫尔松城。为了守住赫尔松州，同时保障赫尔松、扎波罗热州公投得以顺利进行，俄军开始陆续在19亩地区的主力抽调到赫尔松前线。截止到现在，在南线俄军达到66个战斗群。但是这样一来难免导致整个战场顾此失彼。如今的19亩地区，俄军力量非常薄弱。现在在赫尔松前线打阵地战的俄军伞兵，就是原来驻守在19亩的俄军部队。这一点对于乌克兰而言是一个天赐良机。很快，乌克兰在哈尔科夫方向的兵力就瞄准了俄军的大后方库皮扬斯克。现在乌克兰的战术十分明显，同时从2路出击，一路突击19亩北面，一路直扑19亩方向。据了解，有大约9000多名乌军在巴拉克利亚库比扬斯克一线发动攻势。在这场战事中，乌军出动了2大王牌第93机械化旅和第1特种作战旅。在发动攻势的第一天，乌军这2大部队就闪电般地收复了多个城镇，并且包围了重镇巴拉克利亚。而当地的俄军和瓦格纳雇佣兵对迅速穿过雷区出现在面前的乌军感到震惊，急忙抽调了各地驻军配合瓦格纳支援巴拉克利亚。他们乘坐着震爆装甲车和卡车快速前行，但是还没到巴拉克利亚就撞上了乌军的装甲前锋。这些军队甚至都没能为俄军争取30分钟的时间。但是乌军并没有就此停下，仍在不停前进。先是谢苗尼夫卡，然后是舍普琴科沃。这支乌军沿着 M03 公路推进，俄近卫20集团军整个右肋被乌军插断。这里大兵再小小科普一下，巴拉克利亚目前究竟有多重要。乌军如果能顺利拿下该镇的话，则可以对被俄军占据的战略要地19亩形成合围之势。而这一点对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来说将是致命一击，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因此而失去经营数月的19亩。对于此事，俄军的说法是有一支乌克兰军队正在向巴拉克利亚发起进攻。虽然敌人火力强大，但是俄军已经将一条桥梁炸断，阻止了这次的进攻。不过很快，乌军就发文回应表示，自家前锋已经突破了断桥，进入了巴拉克利亚城郊，并发生了战斗。同时，乌军还配发了自家装甲车在巴拉克利亚郊区前进的照片。到了9月8号，乌克兰总参已经发表声明，称乌军已经在哈尔科夫地区占据了超过20个居民点，甚至在某个方向穿插到了俄军防线后50公里的区域。这场行动汇总令人不解的是，在巴拉克利亚这种直面乌军哈尔科夫重兵集群的要塞加交通枢纽，俄军居然只部署了2-3千的民兵和武装警察，并且这些人缺乏重武器。面对来势汹汹的乌军，直接就被其装甲部队给打穿了。而被打穿后更令人震惊的是，俄军居然没有设置第2道防线。据了解，乌军打穿了巴拉克利亚第1道防线之后2天行军40公里毫无阻力，直接威胁到了俄军后方的补给中心库皮扬斯克突进。到了9月7号，乌军已经成功占据了巴拉克利亚。第2天，乌军开始清理城镇中残留的俄军，并在该城的广场升起了国旗。同时，另一批乌军则沿着 T2110公路向东北方向急进，甚至有消息称乌军前锋已经抵达了塞梅尼夫卡，正在向库皮扬斯克突进。这里是整个乌东地区最大的俄军集结点。而相较于这次乌军的进展，俄军东线战场上的进度就有些缓慢了。早在4月18号开始，俄军重点进攻的对象目标是顿巴斯乌军的核心阵地斯拉维扬斯克双子城。而现在近5个月过去了，俄军还是没有摸到顿巴斯乌军核心阵地外围区域。乌军已经开始准备袭击库皮扬斯克的后勤枢纽了。说起来，乌军司令扎卢日内确实是一个名将。这次乌军的战略欺骗非常成功。在6到7月初，俄军在顿巴斯地区依靠着强大的火力和集中主力节节胜利，夺取了波帕斯纳、红利曼、
北顿涅斯克和利西昌斯克等4座重镇。在那个时候，整个顿巴斯地区都有崩溃的危险。无论乌军投入多少预备队进入，都很有可能被俄军主力消灭在顿巴斯这个绞肉机当中。毕竟对于俄军而言，在顿巴斯作战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该地区背靠俄罗斯铁路直达前线战场，俄军弹药下火车距离战场那只有几十公里，再加上俄军全部主力集结在顿巴斯战场，在这里俄军可以完全发挥火力、弹药、后勤和兵力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呢，扎卢日内并不去硬碰硬，没有向顿巴斯增派援军，而是利用战略欺骗调动了俄军，转移了俄军进攻的方向。扎卢日内通过这次的反攻赫尔松、远程打击克里米亚等事件，诱导俄军在7月把主力调到了不利于防御而且后勤困难的赫尔松地区。同时，乌军海马斯切断了第聂伯河上的所有桥梁，将赫尔松城2万俄军主力孤立出来。眼见注意力吸引的差不多了，乌军马上就在伊久姆方向突然发动了反攻。而面对这次的攻击呢，被分散后的俄军却是很难阻挡，这也是这次乌军能够以最快速度打到伊久姆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点战场花絮啊。由于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反击过于突然，很多俄罗斯官兵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成了俘虏。乌方打算用他们来交换至今没有回家的马里乌波尔的士兵们。照片上这位自称俄罗斯陆军中校的军官，他引起了乌克兰士兵的注意。根据照片显示，这个中校的外貌酷似俄军的安德烈希切沃伊中将，就连脸上的黑痣也一模一样。如果他真的是安德烈希切沃伊中将，那这玩笑呢就开大了。他将是2战之后俄军被俘虏的最高级别将领。但是由于这个消息呢，目前没有得到乌克兰官方证实，所以大家也不必当真，就当是一个小道消息看看就行。同时，最近呢，社交媒体上的2张照片显示，俄军唯一的一辆 T72B3M 主战坦克原型车可能已经被拉上了俄乌战场。这辆坦克呢，是俄军多年以来在坦克2项中比赛的专用车，其车体侧面的裙板附加装甲上还有坦克2项的比赛标志，并且它也采用了同样色彩的迷彩。该坦克装有一门新的 2A46M5 型125毫米滑膛炮，改进了火控系统。其外观最大的特点呢，是在炮塔顶部中央安装了一座车长周式瞄准镜，这是其他 T72B3 主战坦克所没有的。另外，该坦克还升级了发动机，采用 V92S2F 柴油驱动，发动机功率为1130马力，比一般的 T72B3 主战坦克动力更加强劲。只是不知道这款赛级坦克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能存活多久。在俄乌战场之外呢，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的报道，欧盟特使在会议上承诺为乌克兰提供5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帮助基辅支付包括薪资和福利在内的紧急费用。除匈牙利外，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同意以长期贷款的形式为乌克兰提供这50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到了9月8号，德国国防部长发来最新消息，表示德国目前向乌克兰援助的武器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在联邦议员发言时表示，我们已经放弃德国国防军大量储备，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已经达到了极限。不过除了直接援助武器装备之外呢，兰布雷希特还表示可以用其他方式援助乌克兰，其中包括在所谓的循环交换框架内，德国向欧盟国家提供最新武器，以换取旧武器，然后再将这些武器送往乌克兰。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移到朝鲜。在9月8号当天，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颁布了核武器政策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朝鲜反对核战争等一切形式的战争，向往建设实现国际正义的和平世界。同时，朝鲜还表示自家的核武力政策属防卫性质，旨在防止拥核国家之间的误判和核武器的滥用，最大限度减少核战争威胁。同时，该法令还强调，朝鲜核武力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作为最后手段使用核武器。有不少人认为，朝鲜此次的举动很有可能是对此前美韩军事演习做出回应的手段之一。毕竟随着韩国军力的持续增长，朝鲜也越发感受到了威胁，而其目前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从而能够保持韩朝双方的平衡。至于韩国是否会被朝鲜的核武宣言震慑，目前呢还有待观察。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朝鲜半岛局势不可控的风险正在增加。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周新出的武器装备。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的各种无人机让俄军是不胜其烦。俄军虽然想出了各种应对措施，但是似乎收效甚微。在最近的俄罗斯军队2022防务论坛上，新展出了一款233-121型反无人机装甲车。该款装甲车以虎式装甲车为底盘，在顶部呢装有一套带多面阵列相控阵雷达的防空武器站。主武器为4挺7.62毫米口径的 6P7K 型机枪，该防空系统的雷达能够发现25公里内的低空慢速小目标，再由机枪的密集火力来消灭无人机。4管机枪的最大射程为 4.5公里，有效射程2公里。而这款 6P7K 型机枪事实上呢是 PTKM 型 7.62毫米机枪的高射型。目前该枪常常被用于俄军战车遥控武器站的搭载机枪。而这款新出现的反无人机武器，其备弹量为4000发，可以在相控阵雷达的火控下打击空中的小型或者微型无人机，同时它也可以依靠光电观瞄设备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至于该系统还需要多久才能进入俄乌战场，目前还不确定。据俄罗斯卫星社9月8号报道，印度最大的造船厂科沁造船厂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马杜奈尔表示，印度可以用8年时间建造出本国的下一艘航母。虽然刚下水的维克兰特号是花费了13年才得以建成的。报道称，2022年9月2号，印度在科沁造船厂建造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正式服役。该航母能够搭载舰员约1600人以及30架各型舰载机。同时，之前也有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海军坚持建造第3艘航母，其排水量预计为6.5万吨。而维克兰特号排水量在4万吨左右。印度专家表示，有了这次的航母建造经验，印度下一艘航母的建造周期将大幅缩短。毕竟，印度科沁造船厂是国有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造船厂，多年来通过为印度海军修理和维护航母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虽然在建造国产航母的过程呢看起来磕磕绊绊，但是这也会为下一艘航母的建造积累宝贵的经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科沁船厂是日本三菱重工的教导下成立的，船厂现有2个大型船坞和3个码头，能够完全满足建造4到6万吨级的战舰。而更可怕的是，这艘航母将使用弹射器和美法的舰载机。虽然新的航母计划放在了10年之后，但从这2项看来，依然不能算过时。其实对于印度来说，建造航母这种大型武器平台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其能够发展多大的航母，完全取决于资金和技术能力，这跟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只要突破一些关键的技术障碍，印度拥有强大航母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未来，手握3艘航母的印度海军将具备至少有1艘航母进行战备值班的能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这一周的新闻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